红色方胜率排在了全联盟的第3，68.42%。阿古朵先搬没问题。少次元不想给 TDG 先拿，看一下 TDG 第2版搬了7号满，那就是逼你搬关羽了呀，逼你关羽和鲁班纳什放出来一个给我，因为 DRG 的蝶尼用过了，还是搬鲁班纳什放。那关羽应该抢吧 ，TG 会在前3楼去拿。把球给青青吧。对，前3楼一定要抽关羽。青青的关羽出场的，在第2轮出场的2场比赛当中，他的先说他不太好的数据是团战场均死亡2.5次。其实这个听起来不多啊，但一般一支队伍的场均7人以上的团战大概在5到6次，其实相对比较高。然后，但是他打出来的场均团战伤害排在全对抗路第1，场均团战成伤第1，每波团战伤害第1，场均团战击杀第1，就是全部第1。在这2场比赛中的关羽使用很恐怖，关羽直接1抢，也是为了去看对方的1、2楼的英雄选择，对，就是好让自己的2、3楼做一个 counter。不能通过这个数据去真的说他排第几，但是证明他的关羽很强。是的，朵利亚 all in， 这也是 DRG 的2套吃分体系的其中之一。没错，一套白起，一套 all in 朵利亚，而且 TDG 的公孙离已经使用过了，感觉这把得拿后羿了。现在毕竟来到了第5局，好用的射手如果前面你不点对点的出，后面肯定会被搬掉。墨子要不要拿后羿？后羿对线压爆蓝，这样其实前3楼 TDG 拿的就很舒服。对，不仅对线有保障，而且打团的时候，青青这边关羽这边有一个稳定的点，还能补一个后羿的线手开团。而且梦蓝的线上肯定不太舒服。是的。颠，那一定是 TDG 的粉丝。是的。待会儿会给到第2季的观众，相信我们的导播老师会些大大的量。现在第2季的粉丝全是4比1拿下，还是不颠。对，亚连，后期双大亚连，因为你前3楼出了没有位移的射手。就这种任务你就不能把球全放在射手身上。对，搬了一下对线比较烦的马超。哦，是怕打野马超。对，还是防一手。哇，这个有点刁钻，直接。应该是没想到的。一般来说，就对面关羽已经说的情况下，不会去搬这个马超。甄姬的话，可能就会来一个谭野会比较怕的。镜火舞女娲，因为 DRG 的打野还中南没有出，现在到第5局强势的这种是肯定不能放的。那他能配的打野其实蛮多的，像梦琪、夏侯都在。对，而且有朵利亚，其实夏侯也能选。他能这朵利亚都是搭的，看选谁。包括这把其实凯也不错，我拿夏侯，前期更强一点。怎么说？中路位置配什么？安琪拉、干将都在。干将不爆发了，干将也是之前项羽在第1轮的时候，他拿出来就是 MVP。凯。关凯，那这把 TD 阵容在蓝色方反倒是我觉得还不错，很舒服，选得很扎实。就又有 combo 接起来，又有这种前排的坦度以及后排切入比较高的关羽。沈梦溪就为了去针对干将和后羿的。哇，这么看。比赛有点难以预估啊，这把就2边都有得打了，不好说。对，特别是后羿如果命中率上来，特别是如果中了中路的沈梦溪的话，干将4进就直接秒了。如果说再追1分，对于第2季来讲呢，就是主要心态会发生微妙的变化，迟则生变。是的，夜长梦多。那到第6局就谁都不好说了。我觉得第6局是追分的一方的优势局，就那个时候心态就完全是站在他们那边。四宝这把带了晕眩，还是为了防关羽的一个进场，会断一下马腿。那这把他自己就得小心啊！毕竟你没有选择带净化，你如果自己被射到了，你可能自己就没了。你吃一炮都有一定的压力。主要是四宝他玩到这种软辅的时候，他的不能当他玩法像坦辅一样打得那么凶，就可以聊到四宝他的一个个人数据。他的被一血次数8次，排在了全联盟的第3位。这也是为什么第2季一血率低原因。对，他总是被一血。
就 DRG 就是一直是一支医血胜率非常高，但是没有医血的队伍。是的 ，DRG 的医血次数排在了全联盟的倒数第1位。这把4宝前期得特别小心。这把 TTG 真的要该继续凶起来。其实上一局我都觉得他们才解锁了真正打 DRG 的方式，因为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在聊。DRG 现在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前期不是很凶，它其实是一支偏鏖战型的队伍，就能看出来4把第一条暴君能拿的情况下都给你。他不拿，他其实对4分钟在10分钟前的架欲望不是很强，他对10分钟之后会有一定的打架欲望，但是10分钟之后他其实对于那种远古生物也不是说我拿命跟你磕的状态，他是愿意去拖后期的。但这种情况下面，如果 TTG 不在前期发力是很亏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说 TTG 得利用 DRG 前期不怎么喜欢打龙团的这样的一个模式，你得前期拿优势。 TTG 最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暴君控制率有62%，相对比较高，平均1塔时间3分33秒，排在联盟第3，它要凶的。对，进入比赛的第5局，蓝色方管 TTG， 红色方佛山 DRG。关羽应该还是1级正常抢两边的视野。看了一下，知道夏侯惇这样的往往应该想中开，要被打残了，还是要吃。幸好被动没被打出来，对，被动被打出来的话就有点伤了。看一下下路红隼的一个争夺情况。 DRG 先过线，但木子过来的话应该会骚扰一下，干将也过来了。哦 ，A 闪，直接闪现躲炮， A 闪接2，红隼被后羿拿下。对，这波项羽的支援很快，因为沈梦溪去帮婉婉提速了。就从帆帆刚刚那个 A 闪就看出来，这一把进攻性拉满了，从上一把开始解封。哎，其实好的点啊，我觉得真的就是。 刚刚这个比赛看的我都有一种进入了那种季后赛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特别对位。但其实真的一想，换个角度想想，还好，这只是一场 SA 卡杯赛，就是说对方还有比赛打，压力不用那么大，就尽量还是能去争 S。哦，空间之灵被轻轻的一刀抢下来，哎呦，有点难受，要小心。夏侯惇得协防一下。 这个对线虽然说朵利亚这边有回复，但是吃不住，连轰带炸的。过来换一波血量。在中路的碰撞上面，2v2的话 ，DRG 这边还是有线权的。我觉得前中期其实 TTG 这边还是更舒服一点，特别是在他们下路有线优的情况下，后羿的第1剑没中。 知道你后羿没大招了，对线可能会打凶一点。消耗一下。后羿没大的话，其实中路 DRG 可以打得稍微奔放一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4宝这个晕眩，看着感觉特别危险，有点瘆得慌。对，就看着有点毛毛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他的个人站位是比较靠前的，他一直很激进，他的站位。对。 最终这个小野是被帆帆强补给抢了下来。啊，这沈梦溪跟朵利亚这2个点看着让人真害怕呀。好在4宝这边率先做出了抵抗型，但因为沈梦溪这个英雄前面比较吃 CD， 他可做不了，他没办法，他得在中期的时候换。对，早点跟4宝是最容易被小雪、帆帆、项羽 combo 带走。对，毕竟其他几个人都有保命技能。这把还是要看第1条暴君。 我感觉 DRG， 我比较期待后羿的这个剑，来了。第1剑中的谁？夏侯反应很快，快呀！这年轻人的反应，大招秒躲。但是项羽这边4剑抢了一组山豪。就 DRG 他们正面抱团的时候，夏侯惇一定是扛在第1个的。是的。所以说后羿的这把剑可能尽可能往后面去调整一下角度。哎。 等会儿，有大招，想单杀，大招往前落，小雪被带走。梦兰的杀心起来了呀！梦兰知道机会难得，看到你的辅助去中路了，而且立马过来，对，立马往前凶了一波。哎呀，他知道就算这波杀不了打残的话，你的人也过不来。怎么样？这一把的第1条暴君，哇，有点吓人，差一点被干将抢到了。
幸好王婉能惩跌的比较死。但是这个龙让第二季拿到了，来看一下，3火在等第2套技能，水龙 A 再 A 上天，撤退，只有神魔系给雷克雷，没办法，就算小雪往左边闪的话，梦兰也会跟闪。对，就那个时候感觉唯一不死的一种方式，就是不贪那2个币，直接走。是的。这经验吧，只能说每个选手新射手上来都是还是不让我补刀比死了都难受。就是墨子不在的时候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对，梦兰以前也是不会放掉兵的，现在都推到2塔去了。是的。剑中到了朵莉亚，哇，差一点点。墨子控再给伤害，啊，爆发真带劲儿。再来，项羽这波打了多少伤害？他这一两下。先是剑中了朵莉亚之后被控制了，干将剑4剑差一点点，然后是王婉这边想拆火的时候被4个人集火了。对。这样的话，下半图有点难受。亚莲这边如果被迫洗法的话，关羽可以推掉对抗度的1塔。就是这几个英雄组合在一起，第二季这边压力还是太大。但凡想等梦兰，但是被勾引了，自己掉了一些状态。还好有项羽拆火。压力给到了佛山第二季。这波选择走上去守这个上1塔，我其实觉得4个人可以把下1塔给保住。嗯。这样的话，几乎就上1塔也被快推掉的一个状态。第二季现在其实就有点要拖后期了。嗯。正面打团现在不好打，要看他的2条边路了。因为他们这个阵容，等一下被射中了，4剑再中，差一点点。王婉得赶紧把第2件的永夜做出来，不然项羽的爆发吃不住。太痛了。对。第二季这把是一个靠夏侯惇、朵莉亚去撑双边后期的一个阵容。没错。他们这把的团战发力期还是要拖一拖，至少等到14分钟到15分钟。那双边起来强度是很高的。对。但就在这个中期是凯和干将的一个强势期。就是他们的这套 combo 是第二季承受不住。4剑把夏侯惇的蓝给反了，很舒服啊，项羽。项羽在这6分钟之前的一个存在感特别足啊。没错。每一波都有他。顶进来，硬顶野区。但因为后边有2个大远程在做火力支援，再中，但是这一波干将没大招。现在正面站人压力太大了，只要再吃一炮，吃几剑又危险了。现在第二季换思路了，让有大的敖影去带一条边线，毕竟有大招随时可以飞走。是的，正面的4个人抱团，这把很精彩啊！这把看第二季怎么防守。我感觉现在第二季得抓住一波 TDG 站位靠前的机会，看夏侯惇能不能大到一个。开一波是闪现过去，3火，差一下，跟极限。这一波梦兰的精准的伤害的计算啊，纯个人能力。看到了你有这种想消耗的动作的时候，立马抓住了，直接向前打。这个蓝 buff 平城被王婉控到，这就是我觉得选手个人能力的意义。破局了呀！对，中箭，凯开大招，整套飞起来，要反打吗？边打边往后走，夏侯惇大招锁一下，把青青打掉了。就青青想进场的时候被朵莉亚的晕眩电了一下，然后被亚莲击飞了一下，动都动不了。主要还是前面这一波，梦兰的抓机会能力、我觉得这就是队伍当中的，我觉得真的明星选手所在的意义啊，就是真的在需要稳的时候，我可以稳住，我不需要发挥。真的需要我出手的时候，我前面我也不怕死，像前面2局一定能抓住。但是到这种逆境之中，需要个人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你就要靠你的个人能力来把这个局面扳回来。而且当时的干将应该是一个2/3血的状态，血量很足。对，他每一波对于伤害的一个计算捏得很准。那波但凡你技能错一点顺序，他都死不掉。是的，大招向前拍，这波的位置有点深，小白熊伤害吃的有点满。有大招，但是这条暴君估计得放给第二季了。对，那这样的话其实不是什么好消息，就第二季已经连续的把局面稳下来了。就前面其实梦兰那波切干将之前一直都是 TDG 的场面优势，那波打完之后又顺带杀了一个轻轻的关羽，第二季把视野重新挤了回来。是的，来看一下。多自信啊！这个操作，沈墨西给了个大招，直接上，还给了个救赎，水龙魂一发普攻，伤害灌满，提前要3龙魂水再 A 一下，提前跟早点配合好。哇，
等一下，青青这边感觉都落单了，有点脱节啊。正面4个也不是在红 buff 这边去打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那这样不行，这个9分钟前9分钟左右连续掉点，这个乱掉了呀。感觉有点被前面那波影响到了。对，节奏被打乱了。因为前面那波青青想打第2波的时候，他被连续的控制给控死了。就这波青青的死，应该是正面的 TTG 的几个人往前面去挤这样的一个状态，不可能他一个人出现在这种中右的河道情况，而且是10分钟之前的掉点。怎么拿回来这个节奏？而且这个就直接把局面抢回来之后，很难再还回去。主要现在其实 TTG 出去很难打，现在无论是后羿还是干将，只要在梦兰的视野范围之内，立马闪现3火跟普攻，而且你看大招上天。现在有个7000的夏侯惇顶在正面了，婉婉的经济被养得很肥，因为他要在正面去吃伤害。DRG 给他灌了很多的经济。这一波 TTG 的双 C 得小心，梦兰随时可能向前的，对，会像那一波中一塔前一样。装备还不错，他马上3件套了。来看一下 DRG 假魔龙，想逼你过来打团的，让梦兰先自己摸着，大招锁一下。往前走，凯顶上来想找射手第一时间没找到，被拉开。小白熊这个位置自己已经陷在里面，肯定走不了。关羽侧面进场，找影被断，梦兰直接上天，往前飞，向前进，直接找项羽打了一整套。关羽上来在地线没有能打到花园，先倒了。这一波是被 TTG 打了一波0换1，花园倒了，轻轻牵扯了很多的注意力。但小白熊这边的状态直接回家了。龙这边夏侯惇有逞的，怎么说？干将这边4件差一点点，拉开被惩收下。这波挺关键，这波是第一时间小白熊进场，然后落单。青青是打了第2波，对，花园顶上去之后，然后青青进场，导致DRG的所有人都去看青青，之后花园变成落单的那一个。其实第1波小白熊进场，我还是感觉有点危险的。他其实要掰了。对，因为关羽 DJ 还不在他旁边。等一下又来，应该能走。墨子一技能拉开，幸好是这个凯开大的时候能扛，支撑了大概有5秒钟左右的时间。是的。主要关羽进场第一下被断，但是后面威慑力还是太大。毕竟这个踩进去兵甲垫一下，没人敢去贴着他输出。是的，逼着梦兰导引第一时间就要上天。青青这里，但最后的暗影暴君还是被 DRG 拿下。看 TTG 最好把这40秒之内给拖过去。现在感觉如果箭中到下河的话，秒不掉。现在 TTG 也得把球交给双边了。已经中了，但是只能打半血不到的一个血量。你还指望项羽去强行稳局面很难，他把这把能做的前期已经该做的都做了。前10分钟几乎已经拉满了。对，现在就是轻轻的关羽跟小雪的后羿，看能做点什么。小雪这把也不单单只是一个大招工具人的作用，他这把也是一个输出流的后羿。对他这把如果只放大的话，那这个阵容伤害量是不够的。4宝的晕眩已经好了，青青这波可能要被断下马腿。亚莲找到了后羿，看到了位置，人群当中开大拉走 ，TTG 留不住这个亚莲。朵利亚给亚莲刷了个大招，正面的话 DRG 已经在动龙了。应该是可以 run 掉的。稍微小白熊不会这样还要顶进来吧？这现在是不想放龙，但进来就被打呀，是被打状态。凯开大招，但是不管，中到了敖影，哎，秒了！这一剑很关键。侧面亚莲是拦了一下关羽，但是没有用，非常精准。龙最后这么说被婉婉拿到。哇，这一波小雪的后羿啊，在南区的侧面命中到了梦兰的敖影。对，配合项羽的4剑直接秒掉。梦兰也是有点放松，可能第一时间他在打小白熊的状态，没太当回事儿。但其实小白熊等于是一个给视野的功能，因为婉婉的夏侯惇在另一边跟凯拉扯，正面他的敖影是独立的一个位置。对，这波机会抓得很好，这样可以把龙拖过去。但这波不解决问题，只能缓解一下3路兵线的一个劣势，等于说把主宰给顶过去。对。好在最后龙是被 DRG 给拼到的，如果这波龙能被 TTG 抢下来，这波 TTG 就要反攻了。是的，可能还是要等下一条暗影暴君。应该把龙放在下路清理兵线。现在 DRG 在打小白熊的时候就要当心一点，发现小白熊是个提供视野的人，就看似他在前面莽，其实后面随时跟着剑。而且这几波项羽的和小雪的站位其实很靠后，他不想在第一时间
在凯的后面给到敖影这边跟出的机会，又一剑上到了沈梦溪，4剑秒了，又是项羽，但是另一边梦兰进场直接强秒项羽，自己起飞往后走，翻翻他们压力在地线找不到你的位置，龙往后飞，关羽补一刀眼泪起飞，直接往里砸找，后羿在地线找不到，后羿还能输出吗？跟进来补一脚，敖影还能打，但是凯顶在正面能顶住伤害，这一波要撤退了，又是小雪的大招啊，命中到了早点的沈梦溪，但是梦兰还以颜色的速度非常快，中单的1换1，对，但这波凯没大招了。第二季是想趁这个间隙去把这个龙抓掉的，凯这边应该还有个10几秒钟才能转好。现在两边，等会儿怎么说？主要是不想给拼手的机会。没干将4剑的话很难拼，但这样的话 TDG 能够拖到凯的大招。现在有趣的点是，第二季没有先手的能力，他先手其实不太稳，他只能说等到后羿的剑开到夏侯惇之后，立马选择反打。对，所以现在其实不管怎么打，两边碰撞，除非这种逼龙团，基本上先手权一定是 TDG 的。对，就是看 TDG 能不能做到每波团战都稳定打掉一个后排，4宝、梦兰或者早点。这个蓝 buff 被小白熊隔墙惩到了，但是这一波感觉想利用这个惩击 CD 先把龙给摸起来。你交惩，你有30秒的 CD， 龙怎么办？想直接抓掉，但是项羽的干将应该马上就能够就位。但是就位了，怎么说？一剑过去传开，有剑，亚莲逼位置，队友拿下来，再往前顶，花园拉走。这就是你在他脸上交惩的一个弊端啊。是还是。除非你低神，等一下又开了起来。就刚说，其实第二季不好先手，你给机会了，亚莲盖到3个人中间，往里打，再往前追，跟点伤害，花园侧面直接绕后卡住的位置，往前续一下，夏侯惇大招向前控完了，再往里补一手，几乎是个团灭。关羽想断线，能不能把兵线给清掉？应该是能清的，但是后面还有下路有一个小兵。是的，这波看能不能把线给送过来，时间有点慢。青青这波能不能把下路这个炮车给处理掉？这一波如果说能够把炮车给处理掉，应该就不会被一波来了。再找，在这关清掉了，大招清线。哇，这一波关羽啊，哇，反应很快，你反应巨快。但是这波应该是能够破中高的。这 TDG 还是松懈了。首先是前面在脸上交惩的时候，第二季的反应很迅速。我觉得两边就是区别很明显，就是哎呦，这有对比才有伤害，真的。就是第二季在人多的情况下，都不愿意跟 TDG 拼城，选择把那个龙拉脱。然后你在一个人情况下选择直接在脸上去抢这个蓝 buff， 然后把城交掉。就内部如果说干将在他后面，他是可以试试看把城给交出来，因为如果拼龙的话，干将有4剑的爆发。对，等一下又开了起来。就我是觉得还有一个点，就 TDG。你少出现在夏侯惇能直接开到你的射程里面，就其实第二季他因为没有特别好的先手手段，他基本都是一定要被先开，他再反手的。就 TDG 得想一下他们前面几波是怎么赢的。对，就是你必须要在夏侯惇摸到你之前，想办法先打掉一个人，就开最好打的，一定是顶在1号位的人。是的，然后后续慢慢的双 C 再慢慢往前逼近。你不能让第二季是直接晚一个大就锁到了除了凯之外的其他人。刚刚是亚莲一个大多3个。是的。只要他锁到了，让第二季先开到先手，他会毫不犹豫的动手。就你后排对于对方的，毕竟关羽7敖影有大招。是的，你的干将和后羿只有这个闪现。就如果你不能让他俩的第一波 combo 打出来，后面的团战你很难有这样的机会。看这波应该是尽可能想破3高的。刚刚2波团啊，第二季把经济差拉开到了6000。夏侯惇有点打不动了。梦兰现在手头是有闪现的，他已经神装了，而且他这把选择做的是双无尽，蓄势待发3火是能秒人的。先打小白熊压状态，并没有很着急。下高应该要放了，要看后羿的剑了，剑空掉了，而且这波知道后羿是没大招了，感觉想一波。没炮中，闪现动手，打的是凯，想打的是项羽，没打到。关羽踩一脚，调整位置，找梦兰，梦兰丝血上天，很危险，这波感觉有点打不了了，往侧面飞补一点伤害，小白熊先被打掉，但另一边还有一个花园能打，亚莲有血手，翻原地给大招，强行保了一手，梦兰回了点血，兵线送进来，还有3条龙兵，怎么守？小雪还活着，但是后羿手里有闪现，我感觉他得输死一波了，缩在后面是没有胜率的。往前压，点一下，但是兵线进来直接在拆家了，直接找人卡住位置。另一边青青还在试图用身体把龙带走，婉婉这边被带走，亚莲这边也被逼出了一个复活和明刀，再出发，青青又带了一波兵线。哇，这波是青青在拉扯中路农兵的仇恨，然后墨子在下路拉扯了下路农兵的仇恨。老将关键时刻，
我的反应也许不一定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，但我的经验在关键时候能救你的命。意识太好了，如果第一时间都躲在水晶前的话，就被一波没了。又是在人少的情况下拼出来了一波，要等到风暴龙王了。项羽刚才还算是有准备，他知道梦兰可能会找他，他还是反应很快的。就是梦兰就在等项羽那4件，只要一甩完，梦兰直接闪现就上。哎，又是项羽的4件把蓝马斧给抢掉了，这就很舒服。但现在最关键的团战要来了。但是毕竟现在 DRG 有3高的优势啊，没错，可以慢慢拉扯。而且后期关羽处理兵线的能力是比较薄弱的。如果说这一波 DRG 能够再处理一波线的话 ，TDG 得小心。哦，直接不带了，正面要5-5逼团。亚莲在绕，应该被这个视野给发现了。看到了，瞬间人有点回包的味道。哎，等一下，小白熊顶到正面，直接把梦兰大打出来了。4件中了下后蹲，卡住侧面，梦兰状态不是很好，但凯马上没大招了，找位置控住。现在能回一点是一点，回状态，看到了青青的位置，第一时间关羽要鸣金收兵。关羽和凯没大招了，感觉这个龙 DRG 要直接摸啊。就猛也是猛的，但是亏也是亏的。主要是你第一波如果打不了，你就必须得等下一波大招。第一波给敖影大打出来了是好事，但是没打死。但他大招等会儿能刷完之后你怎么办？中了朵利亚，但朵利亚这边有魔女的盾，很痛。闪现想补伤害，距离不够。等一下，翻手都没大招了，回头打了一炮，再给2件，很痛啊！项羽又把梦兰大招给飙出来了。敖影的2个大招都被逼出来了，韧性很足，韧性真的很足。主要是这一剑其实中的挺关键的。对。还得拉扯，但是现在关羽兵线处理难度有点大，历经了2个赛段，这个时候不能缺乏耐心了。这个时候对于 DRG 来说是很舒服的，他慢慢等就行，大不了多拖几波后期的超级兵。对。那梦兰估计要开始找角度了，发现在正面，现在 TDG 对他的这个重视程度高的不得了。刚刚是想在蓝区闪现给3火的，但是项羽第一时间往后面拉扯了一个身位。项羽这把打的也是真好，确实好。其实一个干将到这个时间点还能有这么大声音不容易。是的。他这个距离控制感拿捏得很好，几次了，梦兰都没逮到他，距离拉扯得非常好，而且关键时候能补的伤害总是补得非常快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消耗，什么时候该躲避梦兰的一个视野范围，技能跟得真快啊。对，这波亚莲提前带完了远端线，后一剑又被夏侯惇大招霸体给规避掉。这一波只要关羽漏视野 ，DRG 会直接摸起来。是的，关羽漏了，要直接摸龙了，果断。啊，这个时候后羿手里没大，其实也是 DRG 比较放松的阶段。但小白熊感觉必须得挤这个视野了，他不抢就没了，得让干将去拼这个龙。项羽卡住位置，大招直接逼团往前走。梦兰表示就是要找项羽，调了一下位置没有能够找到，提前往前追，花园大招盖下去人群当中，侧面轻轻拍马赶到，看到位置的翻翻已经没了，往里踩一脚想留人，花园再拉出来，转身就打，直接粘住，断马腿2次，再接复活，直接打掉小白熊，再往前顶，项羽卡住位置，想找梦兰把水换了个复活甲，不给机会，2件中，还能往前跟吗？又4件再扎住他打不了，强行打出了一条命，项羽再跟2件打残，他的手里没有蓝了，打到弹尽粮绝，队友扫下去再开辉月，这是他最后的能量了，再被锁住还有复活甲，再拖一条命，项羽真的没有子弹了，有超级兵3连决胜，DRG 带着兵线送进水晶，直接用4-1的大比分宣告着 S 组 DRG 回来了。最后一波 DRG 的假魔龙真逼团，看到你有往前想占视野的那一刻，立马让双 C 把团开了起来。那个时候其实青青第一时间是赶不到正面的。其实这比赛我觉得非常的具有观赏性，看的人。